大家好久不见了，虽然很多人一直留言给小东，在期待小东老师继续出影片，但是频道还是没有办法更新，想想已经快2年了，所以这部影片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频道有1年多没有更新的状况，以及今年频道被人恶意检举以及申诉取回频道的过程。同时要告诉很多有类似状况的朋友，如果自己苦心经营的频道被人恶意检举并下架，不用担心，只要你自认为没有违反 YouTube 的政策，就不用担心不喜欢你的人去检举你。即使他们的检举短暂让你的频道下架，你也能靠申诉拿回自己的频道的。大家好，我是网络创业家小东。如果你对在网络创业、网络赚钱有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你按一下那个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周更新的影片和任何赚钱机会了。小东老师近几年大多在海外旅居，然后1年多前身体忽然出了些状况，可能是因为长期太专注于创业工作太累了，所以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做影片真的需要很大的心力，写文案、剪辑、配音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尤其是如果你是很认真的做影片的话，会花更多的时间跟心力。而且小东老师除了影片的工作之外，本来也有其他的网络事业，所以非常忙碌。当工作太忙或身体出了些状况不舒服的时候，停更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些也是你看到很多 YouTuber 为何忽然停更的原因之一。所以小东在1年多前忽然觉得身体有些状况需要休养，就休养了1年多。当然其实也很希望尽快恢复影片的制作，来跟大家互动跟见面，很想念大家，也很希望再拍更多好的影片给大家。所有频道观众的期待跟鼓励，小东老师都知道，也很开心大家对频道一直以来的支持。因为制作优质的影片需要很大的努力跟心力，所以今年老师开始找了团队的成员一起来协助频道影片的制作，影片的内容未来也会越来越棒，请大家可以继续期待跟观看，未来频道也应该就不会轻易再停更咯。然而，虽然大多数的频道观众都很喜欢小东频道的影片，但是还是有极少数的人不喜欢。今年就有去恶意检举的人，但是小东老师并不在意，因为我们做的是对大家有益且合法，也没有违反 YouTube 政策的影片，所以即使有人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去恶意检举，老师也不担心。这也是要告诉大家，只要你做对的事情且对大众有益，就不要担心不喜欢你的人做的事情。别人对你有恶意或做了不好的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自己要造业也是他们的事情，你不用放在心上。因为只要你有点名气或是人气，被人攻击是很正常的事情，而这也代表你真的有点红了，或是开始有人气了。像早期全球订阅人数最高破亿的 YouTuber PewDiePie， 他就说以前他还没有红，订阅人数还不高的时候，没人讨厌他，等到他开始红了之后，出现很多讨厌他专门攻击他的人，而且这些人还专门拍了影片来攻击或嘲笑他，但他后来也不介意，甚至常常拍一些影片来嘲讽这些攻击他的人，把别人的攻击当成一件好笑的事情，甚至当成一种乐趣来拍影片反制他们。所以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无理或恶意，只要你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且大部分的观众喜欢你就足够了，没有一个人能得到所有人喜欢的。小东频道在今年初被人恶意检举后，频道被短暂的下架。很奇怪的事情是，频道已经1年没更新了，还是有人闲着没事去恶意检举。老师也不想跟他计较，只是当时忽然收到一封 YouTube 来的信，还是英文的，频道就忽然被下架了。当时当然很错愕，英文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我们已经审查您的内容，发现严重或重复违反我们的社群准则，因此我们已经从 YouTube 中删除了您的频道，但是 YouTube 还是在 email 中提供了申诉的管道。接下来你可以做什么？如果您想对此决定提出上诉，可以采取以下步骤：查看 YouTube 的社群准则，在这里申诉，确保您尽可能完整地填写申诉表，包括您的频道网址。如果您还有任何疑问，可随时在这里
与我们联系。所以老师在收到 email 后，参考了其他 YouTuber 收到这些 email 的做法，就是收集自己没有违反 YouTube 政策的资料，用诚恳的语气写了一篇蛮长的 email 回复给 YouTube 人员。在 email 中，你要尽量列举出你可能遭到别人检举的部分，因为 YouTube 在信件中并不会明确列出你的频道哪些地方有违反政策的部分，也不会详细说明，所以你自己要去找资料，详细说明你可能会有哪些地方有违反政策的可能，然后你并没有违反任何政策，并举例说明。用诚恳的语气跟 YouTube 说明跟沟通，只要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违反政策，也没有什么不当的行为，通常一段时间后，你会跟老师一样收到 YouTube 来的好消息。而其他网友的经验也分享过，当被恶意检举并下架频道后，不要惊慌，甚至在第一次、第二次申诉没通过后，仍然可以继续申诉。只要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违反政策，通常都可以拿回频道，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有些 YouTube 频道连 Google 账号都同时被停权，这时候你可以登入 Google 账户，选取开始申诉，并按指示操作。这边需要填写一些表单，要求还原 Google 账户，依照需要填写的内容去填就可以了。小东老师就在提出申诉后的10天内就收到 YouTube 来的好消息。你好，你针对以下内容提出的申诉已审核完毕，经重新审查后，我们确定你的频道并未违反社群规范，感谢你在申诉审查期间的耐心等候。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内容未违反我们的社群规范，为所有使用者提供安全无虞的 YouTube 环境。感谢你向我们提出申诉，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我们已将你的 YouTube 频道内容恢复上线。所以只要你的频道真的没有违反相关规定，申诉还是非常有用的。小东频道的申诉处理算是很幸运的，蛮快就申诉成功并恢复频道功能，也因为频道真的都是合法正常的内容，也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可能也是恢复的那么快的原因之一。但也要提醒大家，有些影片的内容是真的会违反规定的哦。这边跟大家分享哪些影片不能做。虽然现在有很多从 YouTube 下载影片的方式或网站，但是在 YouTube 平台上是不能教别人如何下载影片的哦。这些可能都是会被警告的原因之一。即便你将影片设定为私人非公开，只要没有删除，都可能收到这个 YouTube 来的警告。所以记得这种影片就不要制作。再来是大家很常听到的被黄标、受限制的影片，如果发生这些状况，这些都是类似收到警告的状况，记得发生的时候要尽快处理哦。再来有一种是比警告更严重的状况，就是版权警告。版权警告并不是单纯只是警告而已，还会带有惩罚的。当你收到这个警告后，你的这部影片是会直接被下架的。更严重的是，如果你累积到3次的版权警告，你的账号及下面全部的频道都会被强制停权，终止使用。你过去所有制作的影片以及累积的心血都将不复存在。所以老师提醒你要非常注意这种警告。那什么情况有可能导致收到版权警告呢？最常见的就是引用电影、动画等画面，在频道中分享几秒的内容。有些虽然符合所谓的规范，但因为还有使用到有版权的内容，还是有可能收到版权警告。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做影评的频道难道都不会收到警告吗？这个老师也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只能说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一块。如果有使用到别人的频道的部分画面也要小心，所以小东频道尽量也都在这方面会特别注意跟小心，以免造成收到警告的风险。那老师也鼓励大家制作频道时能够尽量以原创的方式去制作，因为 YouTube 目前的一些政策就是为了能让各种频道的内容是原创的去设定。大家知道 YouTube 标示名是什么吗？它是每个频道的标示字元，是不能重复也独一无二的，就像你的 Instagram 以小老鼠为开头的账号，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标示名去查询，也可以在留言处使用标记，你标记的账号也会收到被标记的通知，而你的 YouTube 网址也能以你的标示名搜索到。目前的政策是，如果你违反社区准则，那你的标示名将会被替换成别的，当然你也会收到 email 的提醒，也会告知你如何更改回来。
另外一个是 YouTube 的假冒政策，当我们在 YouTube 发布时，发布的内容不能符合假冒其他频道或冒用他人身份。假冒其他频道就是不能抄袭其他频道的简介、背景或整体的风格，不能让观众误以为是其他人的频道。就算频道有点不一样，只要抄袭意图很明显，就会视同违反这项政策。例如频道使用了与其他频道相同的 ID 名称和图片，或利用多一个空格，或是将数字0取代英文字母的 O， 或是利用他人的真实姓名、使用者名称、图片等等，企图假冒身份。还有利用他人相同的 ID 和图片建立频道，假冒并张贴内容。再来是利用他人的姓名和图片建立频道并假冒身份，在其他频道留言。还有自称为是粉丝账户，但却没有在频道名称或账号代码指出这点，假冒并二次上传对方制作的内容。最后是假冒现有新闻频道的频道，也是不允许的。而冒用他人身份，则是你企图让观众误以为内容是由其他人所发布的。例如，有些粉丝会为自己喜爱的偶像制作相关频道，频道内容可能是该偶像的演唱会精彩内容、上节目的精彩片段，或任何与偶像有关的新闻等等。那就必须要标示清楚，该频道非该偶像的原始官方频道，而是属于粉丝制作的，不能冒用官方的名称制作频道，必须要在频道的名称或是标示明确标示出来。现在有很多的频道是使用原创作者的内容去建立起来的，那当你要这样制作，就必须符合 YouTube 的合理使用规范，你不能把原创作者的内容直接照搬过来，即便有得到官方的许可，还是需要在名称上显示出这是一个粉丝频道。有些知名的频道，如果在 YouTube 搜寻该频道的名称，可能会出现好几个同样名称的频道，但这其实是不被允许的状况。如果被创作者在你的频道上看到自己的内容，他是可以直接在影片中进行检举，举报你侵犯了他的版权。YouTube 接收到后就会删除这些被你使用的侵权内容，所以老师也建议大家只用自己制作的内容来创作才是最保险的哦。今天的影片告诉大家，如果你的 YouTube 影片莫名遭到停权，哪种内容不能做，以及如何跟 YouTube 申诉拿回频道等内容。希望大家对 YouTube 的创作以及社群规范可以更加了解，避免碰触到会被警告的界限。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也没有侵权问题，而不慎被警告或是被恶意检举频道被下架，也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尽快去找回自己的频道，不用担心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这边也尽量鼓励大家多使用原创的方式进行制作，不但能发挥自己的创意，而这也是 YouTube 最希望大家制作影片的正确方式。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我是网络创业家小东，如果你还有相关的问题想问，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我都将持续更新影片，分享更多有趣或创新的网络赚钱方式给大家。欢迎大家订阅跟关注我的频道。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帮忙点个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小东常常在日本、东南亚等地旅居，这边的风景很美，欢迎大家有空也来这边玩哦。大家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我的 IG 里面有更多我的海外旅居生活以及网络赚钱跟网络创业等的相关知识。我们下周见咯。